大家好，我是曼大，感谢版友的支持，曼好频道达成3000订阅的小小里程碑。回想起第一个100个订阅，花个7个多月，如今只要一部影片的关键字选对了，符合平台演算法的推荐主题，就有机会获得100个订阅，这也是复利力量的例子之一。我们知道做事要抓大放小，但也不轻视细微的失误。许多伟大的成就，都是由许多小事累积而成。如果我们把小事用心做好，就能为更大的成就打下稳妥的基础。积少成多，量变引起质变，最终才看见伟大的复利力量。这集3000订阅特别篇，从好爷近期分享的热门影片，你的年龄该存多少钱？曼大目前42岁，按照好爷分享美联储的统计数据，我的存款应该要有170万新台币，或者年薪的2到3倍的金额。这个存款数字是不含房地产的金额。目前曼大和太太都有顺利达标，对科技业的工作伙伴而言，这个数字实在太容易了。所以曼大和 X 交流了一番，按美国富达投信的建议，这是国际上最常引用的退休资产倍数建议之一，虽然来自美国，但概念我们可参考。美国富达投信建议的退休准备的储蓄倍数是：30岁1倍年薪，40岁3倍年薪，50岁6倍年薪，60岁8倍年薪，67岁10倍年薪。针对想要提早实现财务自由 FIRE 的投资朋友，今天影片中的数据，您可以套在自己身上，认真的研究探索，应该对于你的退休规划上会有不错的帮助。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曼大先对频道会员表达衷心感谢，谢谢 Buzz、Rainbow 杨大、FT、作家 P 先生以及蓝色天空，谢谢3位好朋友支持鼓励曼好频道会员计划。我相信曼好频道会员计划中的稳健布局，可以帮助你们在股市中稳稳的获利。根据美联储的统计数据，美国各年龄阶段的财富目标整理，帮助你快速对照不同年龄区间应累积多少资产，以新台币、美元双币表示，方便台湾人理解，也能对照国际的水准。这张表告诉你，不同年龄应该累积多少资产才算是财务健康。例如40岁应该至少存到170万元，等于2到3倍年薪。60岁前达到年薪10倍，你就有机会安心退休。这个数据是不含房地产的净资产数据，在台湾还有许多国家，房地产通常占据家庭资产中的最大部分。如果把房地产数字加上去，净资产数字可能会大幅的增加。这些数字是提供一个统计数据，提供你参考中位数或平均数可能在哪里，并不是绝对的标准。每个人家庭结构和退休梦想都不一样，适合你的财务路径也会有所不同。如果你有明确的退休目标金额，也可以反推每个阶段你应该存到多少资产，以贴近你个人的需求。不过也不要被这些数字绑住了，而是要灵活运用这些资讯，作为调整而检视进度的参考点。人生的财务旅程本来就充满变数，财富的增长也不是线性发展的，论你现在处于哪个阶段，只要愿意开始行动，持续学习并调整策略，就有机会逐步缩小差距。记得财富的累积是一场长跑，而不是短跑冲刺，给自己多一点信心、耐心，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这里是曼大和 X 交流的重点摘要，按照美国富达投信的建议，这是国际上最常引用的退休资产倍数建议之一，虽然来自美国，但概念我们可参考。建议退休准备的储蓄倍数为30岁1倍年薪，40岁3倍年薪，50岁6倍年薪，60岁8倍年薪，67岁10倍年薪。根据台湾退休准备统计数据，台湾民众平均退休年龄约为60岁，平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，因此退休后需准备至少20年以上生活费。根据寿险公会调查，台湾多数受访者认为退休后每月生活费需愿替，换算成20年需准备约700万到1500万元不等，是生活形态与地区而定。各年龄层应有不同的紧急预备金、投资资产、退休资产配置用年薪倍数法的方式，可协助不同阶段的你设定可执行的资产目标。这个财务目标具备高度参考价值，特别是你在进行自我检视或初步理财规划时，提供你参考和研究。想要加速财务自由，曼大有3个好建议，你可以参考看看。第一，提高本业收入，增加投资本金应该是最重要的。所谓本大利小利不小，提供你参考。第二，探索投资哲学，拟定投资策略，慎选投资工具，投资大盘 ETF 最容易入门，最简单也最推荐。第三，提高财商知识，可以破解诸多投资理财的迷思，持续阅读学习，一定会越做越好，越赚越轻松。针对上面3个建议，曼大推荐3个绝对实用的好资源，每周分配时间，认真学习，努力尝试，确认成效，拟定改善计划，不断的循环练习，周而复始的努力，希望若干年后，会有越来越多人回头跟曼大分享，谢谢曼大当初推荐的学习资源。所谓对症下药，想要职场再进阶，就要向职场高手学习。
想要学习美股投资，就要向美股高手学习；想要提升财商知识，就要向财商高手学习；想要提高本业收入，花时间好好学习科技工作奖分享的知识，一定可以得到满满的收获，逐步往年薪300万的目标或更高来前进。透过不断的努力，持续向高手学习，看齐，当你努力不懈的学习，你就会往自己期望的方向来前进，自己也会逐渐被塑造成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，那个你越来越优秀的样子。曼大期待能促成善循环。套句 MJ 老师常说的话，大家好才是真的好。无私分享实用的资讯，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第二是投资哲学，新手入门推荐缺右藏老师的著作《阿甘投资法》，多看几次建立投资策略，确认好投资工具。书中告诉我们，投资工具用大盘 ETF 最容易上手，但绩效其实也不错。至于老手的话，曼大推荐美股的学习资源，大叔美股笔记，请认明11万追踪者， 4.7 万赞数的正版大叔。当你看到推荐资讯的时候，按赞数和追踪者人数一定比我分享时还高。一个重要的提醒，请小心诈骗粉专，小心别追到冒名的诈骗集团假粉专。追踪一段时间的大叔美股笔记，擅长开车的大叔，除了非常幽默，工作时出报表之外，绩效也是超级狂的。曼大自评投资绩效大概在 PR80 到 PR90， 而美股大叔绝对是 PR99 以上的等级。至于大叔有多厉害，就由你自己去追踪探索了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能够学到多少或者挖到多少宝，就看自己的认真和努力程度了。曼大喜欢的学习资源，不会适用每一个人，至于适不适合你学习成长，你必须自己花时间下去研究和探索，秉持好资源应该多一点能知道的想法，分享给版友参考和学习。第三是持续学习提高财商的知识，大人哥的书和的网站就有不错的文章可以学习。2024年6月接触到大人哥《杠杆 ETF 投资法》这本好书，越看越觉得相见恨晚。阅读文章，知道大人哥是在2020年就开始建仓50正2。2020年，他的持仓中就拥有139张元大50正2，今天市值大约3500万新台币。这只是资产中的一部分，已经可以买到竹北房了，令曼大感到非常敬佩。大人哥杠杆 ETF 投资的好观念，也在 PTT 上广受讨论。随着杠杆 ETF 投资迷思的解答，透过50正2在股市中获利人数也越来越多。大人哥的财商知识频道，更是给我了很多启发，也帮助我突破不少财商盲点，在财商知识上更上一层楼。正所谓学无止境，或者一山还有一山高，长江后浪推前浪等等，都可以用来形容大人哥的著作。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的充实度，绝对比市面上的投资达人的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杠杆 ETF 投资法是台湾第一本介绍杠杆 ETF 的专书，认真看完这本书的读者，一定可以学到如何轻松打败0050和0056的投资方法。曼大推荐给版友学习，好好理解完书中的内容，将可对于杠杆型 ETF 怎么可以长期投资，杠杆型损耗很大不能长期持有，杠杆型很危险不要碰，没有配息不要投资等等迷思有重新的认识，定可以获益良多。也推荐版友阅读大人哥的部落格，浅谈保险观念，免费财商好文，不怕你学，只怕你又借口说没时间，静不下心来读文章，只想听能报名牌。今天分享2个净资产财务目标的资料，3个能够提高本业收入以及投资绩效的好建议。踏上长期投资之路，是帮助自己达成财务自由的必经过程。既然是必经过程，我们就得再一次的分享，长期投资必要会遇到亏损这件事，而接受亏损这个心理考验，也是投资理财路上必经的过程。可以说你的心理素质有多强大，就有机会获得多大的报酬。为什么我们买的股票一下跌，我们就会恐慌呢？看住股就往下走，就会想象自己亏损多少钱了，巴拉巴拉的越想越不舒服，心想要是当初不要买就好了，现在也不用一直套牢。只要有在投资的朋友，内心应该都有过上面类似的想法。其实每一个长期投资者都知道了真相，接受亏损是长期投资者的必经之路，希望你能够早早的体会。下一段落曼大分享我的美股部位是怎么从2022年走到现在的，这里放上曼大在2022年10月的持股市值，也让你看看曼大面对亏损的真实情况。中间这张图有2个数字，上面是曼大自己择时投资的部位，下面则是定期定额持续扣款投入的部位。至于主要持股，就是左图中的美股为主，我有 Q、Sum、Wu、Tot、陆金所及阿里巴巴，其他持股如微软、谷歌、英特尔、Meta、奈飞没有在清单上。2022年通膨失控导致股债双杀，我在 Meta 从高点382元回荡 10%，345元时买进后，一路跌到88元，最大部位亏损最高达 75%。
阿里巴巴从210元买进后最低跌到56元，一路爆到现在，最大亏损最高达到 74%。陆金所更惨，从12元跌到 0.6 元，最后市股并能一股，避免市值低于1元被下市。现在市值虽然小幅回弹，仍只有海股前 0.75 元的价值，部位亏损最高达到 -95%。阿里巴巴跟陆金所两档入股，当时为了付相关的布局，买了台币约200万，最惨时剩下40多万，200万部位总亏损超过150万。在股市中遇到 50% 以上的跌幅，我也曾经历过好几次。接受投资就是会遇到亏损这件事情。面对持股的下跌，我已经可以坚持下去，坚持到整体资产慢慢往上走，真正做到长期投资这件事。唯有学会接受亏损的必然性这件事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到长期投资，有些人不行。今天分享重要的学习资源，你对这些资源有什么想法呢？你觉得科技工作讲怎么样？或者你已经知道美股大叔有多厉害了？还是大人哥早已助你破除5-0正2的迷思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看法，我们再来讨论。未完待续，我们下期见。